Ready to turn? Oh, look at this. How good is this looking? 带上你心爱的女朋友，来一次说走就走的荒岛求生。在没有现成淡水的情况之下，你是如何解决饥渴难耐的炙热夏天？今天野外求生强人马特带着女朋友小麦，来到一座鸟不拉屎的偏远小岛。他们赤足走在细软的沙滩上，而此时海水也不停地冲刷着海沙和他们双脚，痒痒的，凉凉的。当然，海风也从不吝啬，轻柔地抚摸他们身上每个细胞，让马特和小麦忘却了所有疲惫。不过，即便在这么偏远的无人小岛，也挡不住人类制造的生活垃圾侵害。被海水冲到岸边的瓶瓶罐罐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能找到一只合适的人字拖，也不必惊讶。And it fits like a glove, so we're going to go around and sift through all this rubbish, and then I'm going to try to find a way to start making some water. 马特与小麦终于找到一处很好的避暑胜地，茂密的树叶能够为他们遮挡毫不客气的紫外光。来不及多休息一会，马特便开始脑洞起来。虽然此时的天气还十分炎热，但火堆却是荒野生存的必要条件。他拿着短刀，正在对一个椰子开始煎皮拆骨，而椰皮是一种很好的活银子。用短刀削圆一根合适的木棍当做取火棒，接着在一小块木板上面钻一个洞。这次马特很聪明，为了防止双手在木棒来回搓动的时候受伤，他选择了以攻代守，在一根弧形状的木棍上面绑上一根强韧十分耐磨的绳子，然后将取火棒在绳子中间位置绕上一圈，这样才有空间前后快速地移动取火棒，使得取火棒与木板接触点形成摩擦之后产生热能。这时小麦也没有闲着，他在马特忙碌生火之际，四处寻找可用淡水和食物。3个硕大的椰子就这样被小麦死死地抱在胸膛里带了回来。马特立马拿起椰子晃动了几下，椰子里面还有不少椰汁。突然，马特的关注点转移到一个小小的贝壳上面。你不要小看这个贝壳，它可以充当一个加压板来固定取火棒。这么一来，可以让取火棒始终保持一个垂直状态，使其不易脱手，防止功亏一篑。马特为了感受在没有公转的情况下，仅凭双手来转动取火棒升起火有多难，而此时小麦也在为马特打下手，他正在收集大小树枝做生火准备。马特最终还是用上了公转取火，从原来的贝壳改成用玻璃瓶作为加压板。不过从马特的表情来看，这次的野外生火难度似乎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容易，一次次的生火失败让他感到疲惫不堪。我们平时看到网上那些野外生火的视频也不难，但实际上操作起来真是不容易，光是保持双手不要晃动就已经很困难。如果镜头前的你有机会也亲自求证一下。终于在马特不懈的坚持之下，木板上的碳屑逐渐形成。马特拿着树枝小心翼翼地将其拨到火绒里面，然后用嘴不停地轻吹着。因为碳屑还是有机会熄灭的，所以必须十分的谨慎。有了足够的火星之后，马特再一次将其转移到早已准备好的小树枝堆里。随着浓烟越来越大，火堆升起来的几率也就越大。这时站在旁边摄影的小麦也没能忍住，来上几口大风吹。Why is it so hard to start a fire? 突然小麦灵机一动，叫马特从另一边试吹一下。果不其然，树枝堆像变戏法一样，一下子被点着了。两人高兴之余，还不忘以击掌来表示一下胜利的喜悦。有了火堆之后，当然要考虑食物和淡水了。马特好不容易将一个椰子的椰皮撕开，突然发现有点不太对劲。他闻了闻椰子，果然椰子的味道有点恶心，说明了这只椰子已经变质了。现在将其抛弃荒野是最正确的选择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马特拿起第2个椰子摇晃了几下，清脆的椰汁声不停地在耳边回荡着。去掉椰皮，敲开椰壳，美味可口的椰汁正在源源不断地流进小麦和马特的喉咙里。 Look, it's cracked the whole way around here, but what are you, thirsty or something? Ha! How good's that? Is it how nice to drink? 马特为了能有足够的淡水维持下去，他正在尝试做一个海水淡化装置。一个玻璃瓶，一根开口大小刚好与玻璃瓶口相差无几的竹节，
以及一个用来收集淡水的塑料瓶。其实海水淡化原理很简单，就是利用玻璃瓶里的海水被烧开之后，海水里的水分变成水蒸气。当水蒸气经过竹节的时候遇到冷凝，这些水蒸气就会变成小液滴，发生液化现象。整个过程就是先气化，再到液化，这样获得的淡水既干净又安全。唯一缺点就是淡水获得的体量，相对于一整瓶海水来说，确实少得可怜。不过马特第一次的海水淡化尝试，没过多久就宣告失败，因为还没等到水蒸气变成小液滴的时候，用来装海水的玻璃瓶口早就分崩离析。马特吸取了第一次失败经验，重新布置，他直接把竹节与玻璃瓶口的连接处改成横面对接，这样一来，瓶口就不用直接受到炭火的烘烤，而且也可以将玻璃瓶和塑胶瓶调节成有一定的高度落差，方便冷凝后的小液滴顺着竹节流向塑胶瓶。我觉得如果这一根竹节能够再长一点，它的气化效果和液化速度会不会更快更好呢？马特他们趁着海水还在淡化的时候，拿着一根路亚杆，准备为今天的晚餐大展拳脚。当然在岸边遇见一只漂浮的椰子也不会无动于衷，毕竟他们现在饿得要命。看看马特现在饿得连椰皮都拔不下来了，一旁的小麦还不停地发出阵阵笑声。实在不行，还是用短刀来解决吧。好不容易将椰壳打开，马特为了保持男人风度，最终还是女士优先品尝，这才叫真男人。想要填饱肚子，马特还是拿出了真材实料，一条2根手指大的小鱼终于上钩，这是他们上岛以来第一次捕获到的蛋白质。马特的好运才刚刚开始，他变换了钓鱼地点没多久，一条沉甸甸大鱼也随即上钩，个头比第一条小鱼大上一丢丢。有了蛋白质之后，当然是回营地生火做饭。幸好马特他们回来的早，因为海水涨潮，差点把辛辛苦苦升起来的火堆淹没。而此时的海水淡化装置也有了一丁点成效，塑料瓶里确实收集了一小口淡水。既然潮水已至，马特也不想错过海底的捕猎最佳时期，一潜入海底，便轻轻松松捡来2只拳头大小的蜘蛛螺。正当马特打道回府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另一头的珊瑚礁石旁边有一堆堆乌漆嘛黑的海胆，真叫人喜出望外，惊喜连连。马特立马随棍戳了一只上岸。而此时的小麦早已把火堆转移到安全地方，饿得发慌的马特立马砍来几根小树枝，架在火堆两旁的大木头上面，然后把刚才钓到的2条小鱼放在上面开始烘烤。至于那2只蜘蛛螺就没有这么矫情，简单清洗干净之后直接放进炭堆，因为它坚硬的贝壳会很好保护里面的螺肉。不过刚刚放在小树枝上面的小鱼，朝着炭堆那一面已经开始被烘焦，等待翻转刻不容缓。马特在等待鱼肉和螺肉的同时，还心心念念着生吃海胆。劈开2边之后，取出海胆黄，一口进去，感觉还不错，有好吃的。马特当然不会忘记给女朋友小麦也来了一份。清洗干净之后，小麦也欣然笑纳。Such a nice little treat. That's very Like it? They're pretty good. soft and creamy. Yeah, it's very creamy, salty flavor, but that's what it looks like there. 前菜已经享用完毕，2人品尝了来之不易的淡水之后，正式的晚餐马上开始。马特用短刀敲碎蜘蛛螺的坚硬贝壳，取出热腾腾的螺肉，去掉内脏，而早已熟透的小鱼也被扒去胶衣，香喷喷的鱼肉真叫人垂涎欲滴。 What we're gonna do right now, man, we're gonna smash this food. We got still one of these to open, 1 fish to eat. Share that little bit of fish probably. Drink our coconuts, and then what we're gonna do, we're gonna jump back on a boat. 无敌的美景，醉人的食物，加上家人相伴，快乐就是这么简单。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，你们向往吗？欢迎评论区说说您的看法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的视频点个赞加关注，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。